俄罗斯这次是要下死手了，就是不知道作用大不大。我们都清楚，从俄乌冲突爆发至今，俄罗斯现阶段的所有先进武器装备基本都投入到了战争中，如匕首、伊斯坎德尔、苏57、图95、图22M3、T90M 等。他们最强的主战坦克 T14阿玛塔之前也有消息称出现在了卢甘斯克，而现在更是传出要全部安排到战场上去。据新闻媒体报道，俄罗斯坦克兵正在喀山高等坦克指挥学校内接受使用 T14阿玛塔坦克的培训，而且从坦克侧裙上的爆炸反应装甲外形来看，这还都是最新批次的试生产型。难道说俄罗斯真的要殊死一搏了吗？殊死一搏，火力军不清楚，但贻笑大方再一次丢尽俄罗斯的脸，火力军觉得概率还是蛮大的。T14阿玛塔主战坦克强吗？非常强。作为俄军在坦克领域的顶级神作，创新设计的 T14坦克抛弃了传统的俄式坦克构型，采用了更加趋向西方坦克的外观，而且它的无人炮塔、3人制成员组的设计，可以说代表了未来坦克的设计研发方向。在战争爆发之初，俄罗斯狂妄自大，并没有在乌克兰战场上使用先进的坦克装备，参战的都是一些苏联时期的老古董。但随着战争进程的不断演进，俄军一撤再撤，即便4月份时俄军 T90 最强版的 T90M 坦克投入使用，也没能改变结局，反而让俄式主战坦克丢尽了颜面。T90M 型虽然强于老旧的 T72、T80 以及早期的 T90， 但 T90M 与其他版本的 T90 并没有拉开质的差距，战场上被摧毁也是意料之中的事。而之所以丢脸，是因为 T90M 坦克在撤退时居然出现机械故障，最终被乌克兰军队所俘虏的。如今 T14坦克在战场现身，不知道是俄罗斯一系列被动之后的无奈之举，还是俄军为夺回战场主动权的重大举措，也有可能是为了在实战中测试 T14坦克的生存能力，来为未来出口营造口碑。那么 T14坦克强在哪些地方呢？我们知道，不管是俄军的 T72改进型，还是 T80坦克，甚至是 T90坦克的各种改进型号，都绕不开 T72坦克的基础设计。这些坦克虽然看起来全身披挂威猛先进，但由于设计思路上的一脉相承，导致诸多弊端也沿袭下来，包括容易殉爆、动力不足等问题，至今好像都没有能出现完美的解决方案。而 T14坦克就与之完全不同，在设计之初，它就是冲着世界最优坦克目标去的，甚至可以说是彻底解决了 T72系列坦克打娘胎里带出来的问题。就拿 T14坦克上装备的孔雀石爆炸反应装甲和阿富汗石主动防御系统来说，当前主流的坦克炮弹对它根本没有用，尤其是在对付老对手美军的标枪反坦克导弹时，可以说是轻而易举。甚至这些单兵反坦克导弹已经对 T14坦克构不成威胁了。在主炮方面， T14坦克的125毫米主炮最远射程可达12公里，能够发射高爆破片炮弹。光看炮弹名字就能知道，这种炮弹能够在空中爆炸，从而大面积杀伤有生力量。而 T14坦克正面装甲更是达到了900毫米，当今时代没有任何一款坦克能够正面击穿阿玛塔。阿玛塔的正面防御绝对是令人绝望的叹息之强。至于为什么不在开战之初就将 T14坦克派上战场，一方面是因为一个新式武器的列装需要经过漫长的过程，总体的设计单位先画出图纸，生成工艺图纸后，把工艺图纸分到厂家，制造厂家按照分系统安装、布装、总装的顺序造出第一台样车。样车出来后，交给部队做火力、机动性等多个指标的测试，看样车是否符合部队的需求。部队样车测试后，再经过多个环节，包括通过国家试验颁发证书、2次定型、少量装备服役、摸索战术训练教程等众多环节，新坦克才能大规模装备部队。而 T14坦克这些试验都没有完成，上阅兵式展示更多的带有威慑北约的目的，等于告诉北约，俄军已经有超越北约所有现役坦克的新式 T14坦克了。至于 T14坦克何时服役，就由俄军自己决定了。至于 T14有没有服役，北约也不清楚。
只要阅兵式上展出，按照北约阅兵式展出的武器一定是现役武器的思维，T-14一定在服役俄军部队了。这就在客观上起到了震慑北约的效果。毕竟北约迄今为止没有一款坦克能正面对抗 T-14。另一方面，是因为俄军军费问题，俄军用于换装 T-14坦克的费用并不算多，所以这款先进坦克虽然很早就已公开露面，但却迟迟没有大规模生产列装，所以投入前线战场使用自然也就成了无稽之谈。而现在俄军愿意把 T-14坦克拉出来试试水，可能是为了测试该坦克的实际性能。在和平时期，新型坦克的测试都是通过长时间、远距离、复杂环境的严苛考验来检验车辆总体性能和可靠性的，并通过靶场调教来测试火力系统性能。但再怎么完备的实验环境也无法与战场上环境相比，所以 T-14坦克冲入俄乌战场，选择直接进行实战测试，反而能够更准确地测试这款坦克的各项性能，更充分地暴露设计上的一些不足，然后通过改进让其更加符合实战需要。另外值得注意的是，在俄乌冲突的战场上出现了乌军无人机朝俄军坦克驾驶舱内扔炸弹的情况，但这种打击手段对 T-14坦克起不了太大的作用。在这款新型坦克上集成了高度自动化的信息系统，坦克炮塔侧面的4柄天线可以对坦克进行360度无死角的全方位实时侦察，搭载的4面相控阵雷达，不管是地上的反坦克导弹还是天上的飞行器，都可以提前感知，提前做好防御准备。最为关键的一点是 T-14坦克集成了无人炮塔，人员也不在炮塔内，而是全部集中于前部经过特别防护的驾驶舱内。这样的设计可以最大限度地减少坦克成员的伤亡。在这款坦克上使用主炮和防御装备，甚至就像和打游戏一样，看着显示器实时瞄准就可以了。坦克会自动操作，不需要像老式坦克一样必须进行大量的手动操作才能完成跟踪、瞄准、开火等一系列动作。大家可别小看了这种高度自动化与信息化的能力，它可以大大减少坦克操作人员的出舱和暴露的概率，尤其是对空中目标的防御，完全不是传统坦克能够比拟的。就算是直升机和无人机来了， T-14坦克不但能提前感知，还能精确定位，从而最大限度地减少对自己的威胁，提高战场生存能力。由于 T-14坦克具有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和优秀的火炮系统，火力军觉得 T-14坦克可能会作为俄罗斯装甲部队的指挥坦克使用，利用其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以及主动防护系统来支持其他的 T-90以及 T-72坦克，从而重振俄罗斯坦克部队士气。实事求是地说， T-14都比乌数量最多的 T-72和 T-64坦克先进好几代了。从 T-64到 T-14这中间可是跨越了 T-72、T-80、T-90 整整3款主战坦克。如果 T-14不能做到数以倍计的比 T-64更强的话，设计师还是去西伯利亚挖土豆吧。并且 T-14主战坦克还一改苏式坦克永不后退的精神，最大倒车速度高达75公里至80公里每小时，向前开和向后开的速度基本一致。可以说，阿玛塔坦克就算是跑路，它跑得也比其他坦克快。整体而言 ，T-14坦克的优点十分的明显，弥补了战场上俄方坦克的各种不足。其搭载的7架旋翼式无人机能够显著降低阿玛塔坦克被埋伏的概率，强大的态势感知能力能够有效应对标枪反坦克导弹，厚重的装甲能够有效应对乌克兰的穿甲弹，堪比前进速度的倒车速度能够让阿玛塔坦克及时的远离风险区。但火力军觉得俄军想凭借 T-14坦克一雪前耻的可能性并不大，因为 T-14坦克的数量和价格搁那儿摆着呢。虽然根据2020年合同，俄罗斯乌拉尔车辆厂会向俄军提供132辆 T-14坦克，但是截止去年年底，俄军现在作战部队装备的 T-14数量才不超过20辆，而且 T-14还是一种十分昂贵的坦克，批量生产的成本可能会超过 3.5 亿卢布，约580万美元。虽然在全球来看它并不是最昂贵的，但将 T-72升级到 B3 版本只需要5200万卢布，约86万美元。也就是说
以一辆 T14阿玛塔的价格，至少可以将7辆 T72坦克提升到现代水平，而且论战斗力 ，T14绝对达不到7辆 T72B3的水平。而且俄罗斯目前在受西方的经济制裁，我们可以算一笔账，平均而言，俄军参加战争的一名士兵每天花费大约200美元，若只按照动员令的30万人算，那每天支付部队的费用就要6000万美元。再加上俄军自己报道时对受伤士兵的补偿要求，俄罗斯联邦的预算应该每天花费大约9000万美元左右。另外还有炮弹、导弹的消耗花费，俄罗斯军队每天使用多达5万枚炮弹，有普通的，有制导的，我们通通按1000美元一枚计算。导弹的话，成本从几十万美元到1000多万美元不等，如价值1300万美元的 KH-101、300万美元的伊斯坎德尔、650万美元的 3M54、100万美元的 KH-22 以及30万美元的 TAKU 等。平均下来，俄军每天消耗一枚导弹的价格约为300万美元。除了这些，再算上战争中装备损耗以及后方的支援，俄军装备中损失最大的是坦克和飞机。平均而言，在战争期间，俄罗斯损失价值6000万美元的飞机，以及价值4000万美元的坦克和装甲车，当然还有最昂贵、价值7.5亿美元的沉没巡洋舰莫斯科号。总的来说，乌克兰在整个战争期间继承了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俄罗斯舰队。后勤方面还有支付雇佣兵费用、向前线运送设备、训练后备部队以及治疗伤员等费用。估算下来，后方每天支援费用要5000万至1亿美元。总的来说，俄罗斯在战争中每天损失的金额相当于向欧盟出口天然气的价值，没人知道俄罗斯还能撑多久。况且战争向来都是照妖镜，T14纸面上的性能终究是纸面性能，如果在真实战场上 T14坦克表现不能达到预期的话，俄罗斯坦克体系的口碑就可能会彻底崩溃。更何况一款武器装备被投入实战之后，那么这款武器就会存在被缴获的概率。之前这类情况就发生过，就是不知道俄罗斯能否承担 T14坦克被缴获的代价。所以火力军觉得俄军再次丢脸的概率比较大。俄军想依靠引进 T14坦克来改变战争格局，绝对是非常困难的。不过大家也可以将其看作俄罗斯最后的挣扎，希望改变现状的挣扎。就像之前俄军从伊朗获得的无人机一样，虽然一定程度对乌克兰造成了影响，但结果依旧没有改变。而且乌克兰也在持续不断地从欧洲和美国获得先进武器，俄军只会越来越弱。如今来看，俄乌战争俨然已经成为了双方大型的武器试验场。在试验场中 ，T14坦克的表现能为未来主战坦克的设计提供非常精确的经验。毕竟往前推，没有一场战争能够像俄乌战争这样，充分地检验主战坦克的全方位性能以及最为重要的现代战场生存能力。换句话说，如果 T72 和 T80、T90 这样的主战坦克无法在战场上存活，那么欧洲以及美国的先进主战坦克恐怕也是难以存活的。这些坦克的构型都是冷战期间的坦克构型，到了现代战争应该有实质的创新构型坦克，而 T14是目前问世的坦克当中最具创新设计的。所以 T14主战坦克的上场无疑会引发新一轮坦克设计的浪潮。好了，关于 T14阿玛塔坦克现身俄乌战场，大家还有什么想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我们一起讨论。本期视频内容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